绿茵8月又开门，场边换了掌舵人，瓜帅一走，狂人回，教练全得重新认。这个夏天，球员换了不少家，可换的最狠的是场边站着的那个人。瓜迪奥拉走了，克洛普去了国家队，穆里尼奥回了皇马。你要是4年没看球，场边这排人你基本得重新认，球衣还是那些球衣，教练鞋全变了。今天这期就干3件事：第一，5个联赛这半个月陆续开踢，往后你只要记6个日子够用；第二，一个联赛2、3个看点，听完你就知道该守哪一场。第三，把欧冠接上，9月8号这些豪门全得重新排队。先说日子，这个最实用。头一个开的是西甲，8月14到16号那个周末已经踢过了，谁赢谁输，老马不剧透。往后每个大日子咱们一场场看。对了，那个周末皇马、巴萨都没踢，世界杯打进4强的球员，按西班牙球员工会的协议，得先休3个星期，再练3个星期。所以几家豪门的第一场都挪到了8月下旬。往后你要记得就6个日子。第一个8月21号周五，英超开踢，揭幕战就是卫冕冠军阿森纳的主场，对手考文垂是直升斑马，就是刚从低级联赛升上来的队。整个第一轮要排到8月24号周一才踢完，收尾那场是切尔西客场打富勒姆。第二个8月22到23号那个周末，意甲开踢，法甲也挤在8月21到23号那个周末。揭幕场是巴黎圣日耳曼主场打雷恩，也就是说那个周末你随便打开哪个台都有新赛季的球看。第三个8月27号周四，欧冠抽签，欧冠就是欧洲各国联赛的尖子队凑一块踢的最高级别杯赛，先抽签定谁碰谁。第四个8月28号周五，德甲压轴开场，揭幕战直接上硬菜，拜仁主场对斯图加特。第五个9月1号转会窗关门，转会窗就是俱乐部之间买卖球员的交易时段，到点停止成交。英超、西甲、意甲都是9月1号关，德甲、法甲提前一天。8月31号，这个夏天还悬着的那些转会，无论最后怎么落，那天晚上全见分晓。所以先说好，这期里讲的人和队都是到咱做片子这会儿的口径，关窗之前还可能变。第六个9月8号到10号，欧冠联赛阶段第一轮正主登场，这些日子都按欧洲那边的日历说的，落到咱手直播基本是深夜到后半夜，哪场知道熬？你听完自己掂量。6个日子有了，可日子背后每个联赛今年到底在争什么？先说争得最凶的那个，英超今年是3家的事，一家刚圆了22年的梦，一家换了主心骨，一家推倒重来。先说卫冕冠军阿森纳，上赛季85分夺冠，比第2名曼城多7分。5月19号那晚，曼城客场被伯恩茅斯1-1逼平，阿森纳提前锁定冠军，这是他们22年来头一回拿英超，上一次还是2003到04赛季。那支整个赛季一场没输的传奇球队，这个冠军的后防功劳也不小。门将拉亚整个赛季19场比赛1球未失，连续第3年拿下英超最佳门将的金手套奖。可这个冠军后头跟着一道疤，夺冠才11天，欧冠决赛布达佩斯，阿森纳跟巴黎圣日耳曼1-1战平，拖进点球大战3-4，输了，中卫加布里埃尔那一脚没罚进。所以新赛季对阿森纳来说，卫冕和复仇是同时开始的。夏天，他们从纽卡斯尔买来中场布鲁诺·吉马良斯，7500万英镑。俱乐部体育总监说的直白，要的就是他给更衣室带来的领导力。开局的签也够硬，8月21号揭幕打考文垂，29号客场踢维拉，9月5号主场赢切尔西，头3个星期就见成色。再看曼城，瓜迪奥拉5月离任了，他在这队整整10年，把曼城带成了英超最成功的球队。如今说走就走，接手的是马雷斯塔，6月29号上任，签了3年，人员也大换血，从诺丁汉森林买来的中场安德森1.16亿英镑，曼城队史最贵的一笔签约。赖恩德斯4630万英镑，谢尔基3050万英镑，跟着进队。另一头，贝尔纳多、席尔瓦、斯通斯、阿坎吉都走了，锋线上还是哈兰德，上赛季27个球，又拿了英超金靴。新赛季头一个看点就是这杆重炮跟马雷斯卡的新打法合不合得来。他这一整摊事儿咱单独做过一期，链接在描述栏。还有中场核心罗德里走还是留，到9月1号关窗那晚就有答案。他的故事描述栏里也有单独一期。提醒一句，曼城首轮不在21号，8月23号周日主场对伯恩茅斯，别扑空。第3家利物浦，上赛季他们只拿了60分，排第5。搁这队身上就是灾难级的成绩。主教练斯洛特5月下课，新帅伊拉奥拉之前把伯恩茅斯这样的中等球队带出了名堂，打法就一个特点，全队高位往上压着抢，逼对手犯错。
阵中最该吃这套的是维尔茨，他顶着大价钱登陆英超的第1年，被英国媒体普遍打了不及格。世界杯上又一球没进，憋屈了一整年。季前赛打摩纳哥，他和锋线搭档伊萨克上半场各进1个，算是冒了个头。他吃不吃得下伊拉奥拉这套？8月底那几场就有初步答案。伊拉奥拉自己倒先泼了盆冷水，原话是：问题是他们现在大概撑不了90分钟的强度，踢着踢着就开始累。利物浦首战8月23号，客场挑战纽卡斯尔。英超就这么3家抢1个冠军，西甲不一样，那边是2家硬碰硬，而且其中1家换上来的教练你80%认识。先说卫冕冠军巴萨，上赛季94分夺冠，31胜1平6负。5月10号主场2-0赢皇马，提前3轮把冠军锁死，队史第29座西甲冠军。这支队现在的门面是亚马尔，19岁，世界杯冠军刚揣兜里。上赛季西甲28场，16个球，11次助攻，联赛助攻王，还拿了西甲赛季最佳球员。别看岁数小，联赛冠军他已经跟着队拿过2回了。不过今年摆在他面前有道新题，老中锋莱万多夫斯基合同到期走人了，中路空着，2条边又新来了戈登和阿德耶米。外界的看法是，他可能得从右路往中间挪，可右边线才是他最狠的地方。挪不挪，挪过去还灵不灵？这是巴萨新赛季最值得盯的一条线。他们的第1场排在8月23号，客场打埃尔切，27号才回主场赢毕尔巴鄂。再说皇马，就得说那个回来的人了，穆里尼奥7月13号正式上任，合同签到2029年。老球迷不用介绍，头回看球的记一句就行。这是足坛最有名也最能搅动风云的教练之一，外号狂人。10几年前带过皇马，兜兜转转又回来了。这回还把当年跟过他的老部下赫迪拉等人带进了助教团。为啥换他？上赛季皇马86分，只拿第2，姆巴佩1个人进了25个球，把西甲金靴都拿了，球队照样2手空空，那就只能从教练席动刀。穆里尼奥一来就动手，左后卫库库雷利亚从切尔西买进，中卫科纳特和中场贝尔纳多席尔瓦都是合同到期免费签来的，就是行话说的自由身。边后卫邓弗里斯从国米过来，另一头效力23年的老队长卡瓦哈尔还有阿拉巴、塞瓦略斯都离队了。他的西甲复出战排在8月22号，客场打西班牙人。因为首轮顺延，他在伯纳乌的第1场正式比赛得等到8月26号，对皇家社会比联赛开幕晚了将近2个星期。再记一个大日子，10月25号，诺坎普国家德比，皇马对巴萨。19岁的亚马尔对上回归的穆里尼奥，新赛季的西甲你就是啥都不追，这一场也得守住。讲到这儿差不多一半了，这份看点单要是对你有用，顺手把订阅点上。后半段还有更热闹的。西甲是2家掰手腕，德甲的问题正好反过来，那边一家独大，强到别人只能盼着场外出点新鲜事儿。德甲的卫冕冠军拜仁赢得有多轻松呢？上赛季89分拿下队史第34座德甲冠军，比第2名多特蒙德整整多出16分。4月19号还剩4轮就提前锁定，全队1个赛季在联赛里灌进122个球，这是5大联赛历史第2高的数字。只有70多年前，意大利的都灵队比他们多进过。锋线上的头号人物还是英格兰队长凯恩，联赛36个球，连续第3年拿德甲金靴。这支队的上限早就顶到了德甲的天花板，他们真正想要的东西得去欧冠拿。揭幕战8月28号，周五，主场对斯图加特。巧了，上赛季他们就是赢了这个对手锁定的冠军。德甲今年真正多出来的看点，其实在场外，克洛普就是带利物浦拿过英超和欧冠的那位大胡子。8月15号正式上任德国国家队主教练。9月24号客场打荷兰是他的首秀，他谈选人标准放了句狠话，原话是：有些球员会拿到他们现在都想不到的机会。因为我想大胆一点，他接手德国队的前因后果，咱单独做过一期，链接在描述栏。这儿单说这事儿跟德甲的关系。德甲8月28号开踢，到他9月中旬公布第1期名单，中间统共就2-3轮联赛。这几轮对德甲的德国球员来说，等于当着新主帅的面试镜，谁踢得好谁上位。名单9月中旬出来，那天一看就知道他到底想大胆到什么程度。剩下的换血一句话带过，莱比锡换了德米凯利斯，勒沃库森换了马丁内斯诺维尔，法兰克福把老熟人许特尔请了回来。升班马里有支老牌劲旅沙尔克，在低级别联赛转了3年回来了。还有一支埃尔福斯堡，队史头一回踢德甲。德甲的悬念在场外，意甲和法甲更绝。那2个联赛今年的悬念全堆在教练席上。意甲先说，卫冕冠军国际米兰，球迷都管他们叫国米。
上赛季拿下队史第21座意甲冠军，主教练基武把合同一直续到2028年，阵容基本没动，是几家豪门里唯一选择按兵不动的。别家可就热闹了，那不勒斯把主帅换成了阿莱格里，就是当年在尤文图斯连着拿意甲冠军的那位老帅。任务明摆着，上赛季落后国米11分，得追上去。锋线上，丹麦中锋霍伊伦德原来是租借来的，这个夏天正式买断留了下来。米兰请来了葡萄牙教练阿莫林，这是他在意大利的第一份工作，接手的是一支落后国米17分的队。俱乐部从巴黎圣日耳曼买来中锋贡萨洛·拉莫斯，7400万欧元，算是把最缺的位置补上了。底下还有一串连锁反应，加图索去了拉齐奥，萨里去了亚特兰大，特戴斯科去了博洛尼亚。你看，意甲的教练席这一个夏天换的有多勤？要问意甲先手哪场？首轮在8月22到23号那个周末，真正的硬仗排在第3轮。9月初，尤文对米兰，国米对那不勒斯挤在同一个周末，那才是头一回亮底牌。法甲那边，巴黎圣日耳曼刚拿完联赛5连冠，上赛季76分，可他们今年惦记的早就跳出国内了。5月那场布达佩斯的欧冠决赛，他们点球赢了阿森纳，拿到欧冠2连冠，是这项赛事30多年来第2支能连着2年夺冠的球队。上一支还是2016到17年的皇马，今年他们冲的就是3连冠。教练路易斯·恩里克留任，登贝莱、杜埃、哈基米这批主力一个没动。卖人倒是不含糊，贡萨洛·拉莫斯去了米兰，科洛穆阿尼4120万欧元去了尤文，韩国球星李刚仁4000万欧元去了马竞，新买进的是摩纳哥的阿克利乌什5000万欧元。国内想掀桌子的是朗斯和里尔，里尔的新教练叫达维德·安切洛蒂，就是那位拿欧冠拿到手软的名帅安切洛蒂的儿子。虎父能不能出虎子？看一个赛季就知道。法甲揭幕在8月21到23号那个周末，巴黎主场打雷恩，这是2023年以来他们头一回在自家球场开季。5个联赛都说完了，可这些豪门真正惦记的那个东西9月8号才开打。最后说欧冠，8月27号周四在瑞士抽签，9月8号到10号联赛阶段第1轮开打，赛制记一句就够用。36支队伍排进同一张大积分表，每队打8场，4个主场4个客场，打完之后前8名直接进16强，第9到24名去打附加赛抢剩下的门票，第25名往后直接回家。这里头的门道不少，到时候咱专门开一期细说。你就想这个画面，阿森纳憋着复仇，巴黎冲着3连冠，皇马、拜仁、国米、曼城全都盯着这一个奖杯。5大联赛平时各过各的日子，1到欧冠的晚上全坐上同一张桌。收个尾，世界杯认人靠球衣，联赛认人靠日历。8月21号英超22到23号那个周末，意甲、法甲；27号欧冠抽签，28号德甲；9月1号关窗，9月8号欧冠。这6个日子记住，接下来9个月你就再也不会问今天有什么球看。留个问题，这个新赛季你先追哪个联赛？选1英超3家抢一个冠军最热闹，选2西甲19岁的亚马尔对上回来的穆里尼奥，选3德甲、意甲或者法甲，安安静静守一支队。评论区扣个数字告诉老马你选哪个，老马在置顶评论开票。这期要是帮你省了功夫，订阅点一个，新赛季每个大日子老马都陪你守。我是第一次看球的老马，咱们下一场见。